乌军全面打击俄本土，无人机空袭俄军炮兵指挥部，重创列宁格勒军工区，乌军再创奥米尔能源基地，单月3次大规模袭击。海王星最新战果摧毁俄军无人机库，乌军空袭俄最大氧禽场，内部暗藏军事设施。在西库尔斯克，乌军特种部队47旅重创俄军工事，俄朝联军再损400人。乌军在袭俄军指挥所，乌南方部队当天摧毁2套俄防空系统。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反攻库尔斯克取得战果后，乌军开始全方位猛攻俄本土的军事设施。1月10日，乌军向俄本土进行了多方位打击。其列宁格勒州，据诺尔报道，乌军向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发射了数架无人机，目标直指当地的加特齐纳一带。随后，该地传出剧烈声响。根据流传出来的现场视频显示，加特齐纳的军事工业区遭到了无人机的猛烈打击，紧接着就燃起大火。据了解，此地是俄罗斯第218飞机修理厂的所在地，属于俄军维修武器的重要后勤设施。目前还无法确认该厂的遇袭状况，但从画面中的大火来看，损失估计不会太小。其二，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据俄罗斯媒体 ASTRA 报道，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的克列诺夫斯克一带，而俄罗斯第238炮兵旅就在此地。目前这次袭击已导致该旅的指挥部起火，虽然俄方尚未对此做进一步回应，但俄军曾表示，此前确实在克拉斯达诺尔的上空拦截了2架无人机，不过其没有透露更多消息。其三，奥缪尔，据俄罗斯电报频道报道，乌军向奥米尔地区发动了无人机攻击群。从当前流传出来的影片来看，这些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一个油库，随即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并引发了大火。当地居民也表示听到了无人机的轰鸣声，大约持续了有数十分钟。不过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现场信息传出，俄方也尚未回应此事，该消息目前有待进一步验证。其实乌军已多次向奥米尔的能源设施发起过进攻，但是在去年12月，乌军就曾3次重击该地。首先是12月14日，乌克兰空袭了距离前线约150多公里的冈马炼油厂，导致其燃烧了2天2夜，大量能源毁于一旦。而这也是奥米尔地区最大的一座炼油厂，其距离俄罗斯仅有300多公里。紧接着，乌军又在1周内攻击了奥米尔的斯塔尔诺伊孔石油港口，重挫了俄军的海上运输。最后在12月26日，乌军朝奥米尔发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击中了当地的一个无人机仓库。因此，如果上述消息后续得到证实，这将是乌军再次对奥米尔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也是自2025年以来的首次打击。其次，罗斯托夫，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与乌克兰海军联手摧毁了恰尔特里存放无人机的仓库。在行动中，乌军先利用无人机压制了俄军的防空系统，随后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上述无人机仓库进行了精准打击，随后该仓库爆炸起火。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详细的战损数据传出，但乌军曾在几天前刚刚袭击过该地区的卡缅斯基军事化工厂，这是罗斯托夫最大的化工企业，长期为俄军提供导弹零部件的生产。再结合此次的袭击方式，可见乌军对俄军军工企业以及当地军备的部署情况了如指掌，预计此次袭击对俄军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太小。其五，旧奥斯科尔，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向旧奥斯科尔发射了多架无人机，随后击中了一家养禽场，并引发了大火。据当地目击者表示，这家养禽场已烧了数个小时，不仅没有要熄灭的迹象，甚至还在向周围快速蔓延。附近的其他建筑物已被波及点燃。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旧奥斯科尔的上空已飘起了巨大的蘑菇云，而如此规模的大火和爆炸声也引起诸多专家们的质疑，猜测该养禽场内部可能藏有军事设施。当然，俄罗斯方面很快就否认了这一说法，并采用了一贯的说辞，强调其防空系统已击落了所有的无人机。不过，由于无人机碎屑锁入养禽场，这才引发了火灾。目前乌克兰尚未发布正式的战场报告，但从引发的火灾程度看，损失绝不会小。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现有信息显示，旧奥斯科尔拥有丰富的钢铁资源，不仅是俄罗斯边境重要的工业生产地，也是其钢铁企业的开采地。同时，旧奥斯科尔还是俄乌边境的一处要塞，长期以来，俄军都通过此地转运钢铁、煤炭资源，再将其应用于武器生产。从此次乌军行动来看，该地区已被其重点关注，而且乌军的目标也绝不会仅是一座养禽场，后续可能会对其发动更多打击。
此外，据俄媒电报频道最新报道，俄军无法扑灭恩格斯空军基地附近的大火，致使其已持续燃烧了2天。而且除此前报道的克里斯塔尔油库外，另一座大型仓库也发生了火灾。如今大火还在向周围的工业区蔓延，俄军在该地的能源储备已受到严重影响。综合上述行动来看，乌军似乎是有备而来，针对的都是俄军重要的军事设施，且已取得不错的效果。同时，在前线方向，乌军也在向俄军进行针对性打击。库尔斯克方向，在近期的库尔斯克作战行动中，乌军投入了多支特种部队渗透作战，如乌克兰欧米加特种部队下属龙队、第54特种独立侦察营、第8独立特战团等。由于乌军增援了精锐部队，这使俄军在制电磁权、战场态势感知等多方面全都弱于乌军。紧接着，在双方交战过程中，乌军的陆军航空兵借助装备优势，轻易压制了俄空天军的战机。同时，乌军还出动了多架米24直升机，对俄军阵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当然，俄军并不服气，随后组织了机械化进攻纵队，对乌军阵地发起了6轮进攻。但乌军第47旅等部队则使用无人机、火炮、布拉德利战车等装备对其进行了反击，造成俄军45死53伤。同时，俄朝联军也在该地区再度损失了400名士兵。目前，乌军仍在沿阿尔柏公路轴线继续向东北进攻。顿涅茨克、托列茨克方向，据 ABC 新闻报道，乌军在巷战中夺下了数个街区，且还控制了当地的高层建筑群，扩大了阵地范围。当然，俄军也计划在此地积蓄力量，向当地俄军增援 BMP 和 MT-LB 装甲车，并试图向乌军发起新一轮机械化攻势。但乌军第12旅正在利用无人机和坦克向其发起阻击战，且在行动中，乌军无人机在俄军装甲车到达之前就将其精准击毁，而坦克部队则趁势占领了俄军的阵地，开始清理战场。显然，乌克兰反攻库尔斯克的行动有效支援了当前地区的形势。红军村方向，乌军打退了俄军的一波装甲进攻。在交战过程中，俄军朝当地的沃兹德维人卡一带发起了猛攻，但没有突破乌军的阵地。此前，乌克兰正是在沃兹德维人卡出击，一举占领了俄军的数个据点，完成了推进。现在详细的战况还有待观察。斯维特洛尔达斯克方向，乌军袭击了此处的俄军第3军团指挥所。据悉，这已经是乌军近期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的第2个俄军指挥所了。先前，乌军已袭击过俄军的第8近卫联合武装军指挥所。此外，据乌克兰南部部队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已打掉了2套 BOK-M3 防空系统，并摧毁了相关的发射装置。而且在不久前，同样是乌军南方部队也在1天内击毁了俄军的2套 S-300 防空系统。另一方面，在拜登卸任前，欧美国家正全力援乌制俄。据战争研究所报道，1月10日，美国、英国和日本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其中，美国方面对俄罗斯2家国有企业、183艘船只、数十家石油贸易商、油田服务提供商、保险公司和俄罗斯能源官员实施制裁。英国方面制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油气公司。至于日本方面，则制裁了俄罗斯的33个组织和12个个人。此外，继切断俄罗斯天然气过境后，乌克兰还计划终止俄罗斯通过管道向欧盟运送石油。相关议案已提交到最高拉达。如果顺利的话，这份原定于2029年到期的合同也将很快就会被终止，届时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又将会受到进一步打击。在援乌方面，挪威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援助，总金额达到了20亿欧元。除了直接的资金支持外，挪威还表示将投资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并帮助乌克兰自产武器，包括前线急需的弹药以及战略防空系统等重要军备。德国则又向乌军交付了30辆 M84A4 主战坦克，外加30辆 M80 步兵战车。此外，德国还会在年内交付6辆最新型的 RCH-155型火炮，若干辆 PZH-2000 型火炮和猎豹防空坦克，以及16万发猎豹防空坦克所需的弹药。此外，丹麦等国还承诺也会向乌克兰军工企业提供资金，帮助乌克兰本土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如果这些武器最终全部顺利到位，那么乌克兰今年上半年的武器消耗问题差不多就都能够解决了。当然，不仅乌克兰有后续援手，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固定队友，例如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于1月10日对外宣称，将派遣至少13000人参与俄罗斯的 ZAPAD 2025军演，不过其没有公布具体的参演日期。需要注意的是，白俄罗斯将于1月26日举行总统选举，而该国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从1994年7月当选总统至今，已连任6届，整个任期更是长达30年之久，
是欧洲在任最久且掌握实权的国家领导人，而他与普京的关系也是人尽皆知。虽然卢卡申科已明确表示将会给年轻人机会，暗示自己可能会卸任，但根据纳什尼瓦报道，在1月26日总统选举当天，该国将封锁相应的互联网，直至选举结束。而 ASTRA 也发布报道称，白俄罗斯于1月10日暂时中断了几个社交平台的网络，可能是在为选举日的断网措施进行提前演练。根据媒体报道，1月10日，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在10日当天，乌克兰已经收到欧盟提供的首批30亿欧元贷款，这是以俄罗斯冻结资产收益作为抵押所提供的贷款。报道表示，通过将俄冻结资产收益作为抵押，欧盟将在2025年年底之前分批自向乌克兰提供181亿欧元贷款，将优先用于乌克兰社会与军事预算支持，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还能恢复乌境内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财政部表示，根据欧盟官方数据显示，俄罗斯央行在欧洲被冻结的资产规模达到2100亿欧元，每年至少可以产生25至30亿欧元的收益。在2024年10月，该开银团领导人达成共识，将冻结资产收益作为抵押，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作为七国集团贷款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200亿美元，高批10亿美元已经在去年年底拨付乌克兰。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泽连斯基已经决定将再次参与总统竞选，凭借52%的支持率，泽连斯基有不小的机会赢得选举。不过前提条件是，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不参选，也是泽连斯基的主要竞争对手，经常在民调中保持较高的支持率。目前扎卢日内尚未决定是否参与选举。要知道，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的关系有些紧张，不过泽连斯基已经向扎卢日内提出了条件，如果扎卢日内不参与选举，那么未来将获得党内排名第1的位置，那时还将担任乌克兰最高拉达议长的职位。报道显示，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本应在2024年5月20日届满。根据乌克兰有关法律，在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时，禁止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而在去年11月，泽连斯基再次签署法案，当乌克兰战时状态与总动员令延长90天，也就是2025年3月7日。美国媒体报道，根据美国海军的最新提案，海军计划在未来30年内将主力舰艇规模增加到381艘，以此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截至目前，海军舰队共拥有295艘舰艇，2027年将进一步减少到283艘。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退役的舰艇数量远超新服役的舰艇数量。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的最新分析，海军想要实现扩大舰队的30年造舰计划，预计每年将在造舰上花费401亿美元，总计金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报道显示，预计到2054年，美国海军的年度预算总额将达到3400亿美元，相较于今年增加了1/3。其中400亿美元将用于继续建造新舰艇，450亿美元用于运用、维护现有舰艇以及采购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做出的估计，乌海军自己的预测要高出9%至16%。对此，预算办公室回应称，这是考虑到一些舰艇的建造周期可能会比海军预期要长，难度也就更大。有分析表示，造成美国海军当前造舰困境的因素很多，对比历史就能发现，如今海军的新舰艇成本越来越高。在过去的10年中，海军造舰费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从2015年开始，美国国会每年在总统要求的造舰预算基础上多拨付25亿美元，就是因为担心美国舰队规模太小，从而无法执行所有任务。根据媒体网站报道，美国空军现役的 F-151X 战机与 F-151战机有望通过加装数字化界面 J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从而大幅强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1月8日，美国海军航空系统指挥部宣布，外沃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合同，俄籍空军为 F-151F-151X 进行 AGM-158C 导弹的整合工作，让担负制空作战的 F-151X 与担负对地打击的 F-151。再通过升级，具备挂载多枚 AGM-158C 的能力，
AGM-158 皆是美军在新世纪提出的进攻型反水面战增量一计划的产物。增量一的目的是设计一款过渡时期的导弹以供急需，增量二阶段则是设计出一款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反舰武器。AGM-158 的战斗部重达454公斤，属于半穿甲爆破弹头，和战斧导弹属于同一量级，雷达反射面积很小，加上贴海飞行，拥有非常不错的隐身能力。同时 AGM-158 机的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识别目标军舰，并选择最薄弱的地点进行打击，从而使导弹的破坏力达到最大，当直接威胁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艇。除此之外 AGM-158 机上面还装有一个数据链装置，在多枚导弹同时发射时， AGM-158 机可以通过数据链向其他导弹发送命令，使导弹在空中呈不规则排列，增加对敌方防空系统的突防能力。据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伊朗的沙伊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近期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附近的波斯湾水域进行海试。此外，沙希德鲁达基号和沙希德马赫达维号军舰也参与了此次海试。按照伊朗海军方面的说法，沙希德巴盖里号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航母了，因为它完全由韩国现代重工建造的佩拉林号商船改装而成，而并非是从头设计建造。其全长240米，宽32米，满载排水量约4.2万吨。在设计方面，该航母采用了滑跃甲板和右倾的斜角甲板，具备搭载固定翼无人机的能力，可实现无人机短距起飞、阻拦降落，且舰体上大概率设有升降机，能够将机库中的无人机快速运送到甲板上，也可将甲板上的无人机快速运回内部舱室进行保护。同时，在船舱内部，该航母经过优化设计，可容纳更多人员、物资和装备，还配有专门保护无人机的配套设施。另外，这次海试对伊朗而言有重大意义。首先，沙希德巴盖里号是在货轮基础上深度改造而来的，这种方式虽然省钱，但确实降低了工程难度。是否会导致航母航行时不稳定，还要看多次海试的结果。如果海试能够通过，这无疑会给伊朗海军带来更多改造军备的可能性。其次，沙希德巴盖里号的舰桥沿用的还是原来货轮的设计和结构，在实际指挥作战时是否会出现未知问题，以及防御能力能否达到标准，这些目前都还有待观察。根据媒体报道，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 F-127下一代防空护卫舰项目。按照德国计划，共计将建造6艘该型舰，预计首舰将于2034年服役，用以陆续取代现役的 F-124型防空护卫舰。F-127型护卫舰全长约160米，宽约21米，吃水深度5.5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万吨，海上自持力超过30天。动力方面，采用柴电联合装置，配备有2台燃气涡轮机、2台柴油发动机。该舰最大航速每小时59公里，航程7400千米。武器方面，装备有一门127毫米舰炮，4门12.7毫米遥控近防武器系统，2套定向能激光武器，2组21单元海拉姆近程防空系统，2组4单元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组32单元 MK41型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标准2、标准3、标准6、海麻雀等导弹。作战系统方面，将以美国宙斯盾系统为中心，全面打造防空作战系统，以提升该型舰对空中来袭目标的发现、跟踪、威胁分析和拦截毁伤能力。另据公开的设计模型看，该型舰将采用雷神公司的 AN/SPY6 或洛马公司的 AN/SPY7 雷达，这2型雷达均配备有4个大型有源数字相控阵雷达阵面。其中，舰体上层建筑前部将布设2个，后部布设2个，从而使其具备360度对空探测能力。舰上还有一个小型旋转式 X 波段有源数字相控阵雷达，用于补充作战。此外，目前德国舰艇上装备的 CMS-330 作战管理系统，其技术成熟度高，风险低，其与德国舰艇上的雷达、电子战系统集成度高，预计将成为该型舰作战管理系统的首选。其他方面 ，F-127型护卫舰还为舰员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作战和居住环境，同时能为随舰出海的特种作战人员预留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舰尾处还设有可容纳2架 NH-90型直升机的机库，甲板上也预留有空间，可安装集装箱式作战模块等，为智能化无人作战装备上舰提供条件。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猛攻俄军事设施究竟能给当前的乌俄局势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烈军，下期再见。